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馒头。这个馒头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它是炝面馒头，第二个做这个馒头用的酵母是安雅自己培育以及收集的，所以安雅也把培养酵母的过程每一天都记录了下来，希望可以分享给感兴趣的你们。培养酵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它的第一个阶段叫做喂养酵种。我们从第一天开始，首先准备一个广口的瓶子，大概有200毫升左右就可以。先在瓶子里倒1勺面粉，高筋面粉最佳，再倒1勺清水。我们要保证所有的器具都是已经消过毒并且是干净的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密封盖紧，放在阴凉处。24小时之后，也就是第二天，我们重复前一天的动作，同样是1勺水、1勺面粉，搅拌均匀，密封盖紧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把酵母菌比喻藏在土里的一颗种子，我们发现了它，我们先不种它，我们要让这颗种子繁殖成很多个种子，这样它才会成规模。其实前几天的喂养就是为了让酵母菌能够成倍的繁殖，等它聚集到一定的量之后，它就会让面团整体发起来。如果到了中期出现液体分层，我们先别慌，只要气味没有明显的腐败，我们依旧可以搅拌均匀之后，用1勺水、1勺面粉这样喂养。到了第4天，有这种明显的小泡泡出现，并且它的气味闻起来没有腐败味或者是很重的酸味，反而是香味或者乳胶味，那么这个循环就比较良性了。我们继续喂养。酵母繁殖的速度在第一阶段的最后几天会成倍的加速，所以到了第5天或者第6天的时候，泡泡会非常密集的出现，并且整个酵种鼓了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2阶段。这个时间我们还要根据温度来调整，可能会提前或者延后个1-2天。把所有的酵种倒入一个盆里，再放入50克水、50克的面粉，这样等于把一定量的酵种移植到一片更肥沃的土地上，让它能够更加快速的繁殖。搅拌均匀之后，重新倒回到小罐子里，第2天就可以长到原来的1.5倍。除此之外，观察一下它的瓶身，有非常浓密的小泡泡出现。打开之后呢，里面也是一样的，有很多小泡泡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非常关键的一步，叫做弃种，就是把原先培养的酵种丢弃掉一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过几天的水合之后，原来的酵种中还有很多酸性的物质，它会杀死酵母菌。我们丢弃掉一半，再重新加入1勺面粉、1勺水，并且可以把水换成1勺蜂蜜水，就可以重新让酵母菌加倍的繁殖。大家也不用可惜那一半的酵母菌会丢弃掉，因为现在培养的已经足够了。激发阶段完成的标志就是面团的高度升到2倍高，如果一直没有出现的话，就要重复弃种这个动作2到3次。前2个阶段完成了，我们就开始做酵头。酵头就是没有浓缩过的酵母。取200克的酵种放入150克的温水中融化，这个温水的温度可以高一点，在40度到50度之间。融化完了之后，再加入200克的面粉，把它调成这种稀糊状，盖上盖子，放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发酵。大概过了10个小时左右，对，就是要这么长的时间，它会变成这样的状态，面糊糊有浮起的趋势，并且它的气泡非常非常的丰富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酵头加到煮面团里面。大概500克的中筋面粉，把所有的酵头都倒入到面粉中，我们就是用这个酵头来和面。如果面团偏稀或者偏干一点，我们就用水和面粉来做一下调整。最后和成的面团应该是一个不软不硬或者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。
下面我们放到温暖的地方来发面。首先我们要把它盖好，别让它流失了水分。第二个就是发面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。最后发出的面团就像我们正常加了酵母发出的面团一样，有很丰富的蜂窝的结构。如果我们不用这个面来蒸馒头，我们把它搓成长条，切成小块，晒干了，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面肥，之后在发面的时候融化一块就好了。但我们这次要直接用它来做馒头，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下面这个阶段。首先准备1小碗干面粉。自制的酵母有个缺点，就是在每一阶段发面的时间会很长，这个时候面团难免会发酸。我们再取2克碱面，与这一碗面粉翻拌均匀，我们就要用它来炝面。首先在案板上倒满面粉，把面团倒到案板上，这个时候面缸底部应该是干净的，它也是面团发酵成功的标志之一。先揉面2分钟，做一个基础的排气和整形。如果这个时候粘手，就大量的撒面粉。之后我们就开始炝面了。擀面杖把面团从中间压一下，再往两边各压5下，上面撒大量的面粉，翻折3下之后，我们旋转90度，再压一下，之后把它擀成长条，再次撒入大量的面粉。重复之前翻折的动作，再旋转90度，继续擀成长条，一直擀到这个面团非常的硬，有一点擀不开了。擀开，撒面粉，翻折，这个动作一共要重复8到10次。之后我们从长的一边把这个面片卷起来，再搓的稍微长一点，分成6到8个剂子。基本上这100克面粉也用的差不多了，留出一块面，晒干了做成面肥，下一次可以直接用它来做馒头。把剩下的面剂子每一个都像这样揉成面团，光面朝上，再整形一下，这样一个馒头坯子就做好了。放到刷了油的篦子上面，盖上锅盖，再醒个30到40分钟。等面团的体积再长大到原来的1.5倍，我们就可以上火蒸了。安雅还是在底下加了一块湿布，这样的话可以吸收多余的水分，不让底部被打湿。大火烧开之后，转中小火蒸20分钟，再焖个2分钟，再开盖。看这个馒头白白胖胖、暄暄软软的，效果真的和跟外面买的酵母做出来的一样好，并且炝面馒头它本身口感就很好，撕出来是一层一层的，再加上自制的天然酵母的风味，这个馒头的香气真的是无法比拟的。做馒头剩下的那一块面，或者是特意制作的面肥，晒干了之后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蜂窝形状，它用蜂蜜水或者是温水重新融化之后，再加入一定量的面粉，就重新回到了我们之前制作酵头的那个阶段。再经过10个小时发酵，它就又变成了一锅新鲜的酵头，可以用这个酵头直接去和面做馒头。经过第1阶段、第2阶段之后，酵种培育好了，如果我们不想立刻用它，就把它分成小份放入到冰箱里。这个时候酵母就会进入到休眠阶段。等我们要用的时候，我们先把它拿出来一份，同样气种1半，再加入1勺面粉、1勺水，混合均匀之后，给它标记一下。
如果第2天或者第3天它能够长到原来的1.5倍到2倍大，就说明这个酵种被重新激活了。去掉高温蒸馒头的那一步，从培育酵种到做酵头，再到发煮面团，最后变成老面，步骤越往后面，酵母的稳定性就越强，就越易保存，所以大家可以视自己的情况而定。从自制酵种的每一步到最后蒸出馒头，平平无奇的面粉居然会有这么多的演变，哎呀，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其实做酵种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，哎呀也不一定完全会讲到，所以只能总结这样一个表格。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意见的话，也可以跟安雅留言讨论。谢谢大家。